移植内核对技术的要求比较全面，比较细致，你至少得掌握这3部分的知识：单面机相关的知识、Linux 相关的操作，还有芯片相关的知识。我们来看一看。对于单面机的知识要求的比较深，你必须掌握这些核心的知识。但很遗憾，很多学习单面机的人他并不了解这些知识，所以在录制鸿蒙的移植之前，我又单独讲了单面机的核心，这些也是 RTOS 移植的基础。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知识的话，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官网来找到这些视频。如果你用的是6611的板子的话，你就看这个视频；如果你用的是157的板子的话，就看这个视频。你可以点击任意一个视频进去，你至少得去掌握到后面的3个课程 Makefile 啊、重定位啊、异常与中断，至少得掌握这3个章节。目前鸿蒙的内核只能在 Linux 上面来编译，所以说对于 Linux 的这些知识我们也需要掌握。你需要掌握一些 Linux 的常用命令。如果你对 Linux 的常用命令不熟悉的话，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。在我们的视频里有一章来单独讲解 Linux 的各种命令，环境搭建呀、Linux 常见命令呀，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。除了 Linux 命令之外，你还需要掌握一些脚本。这个脚本不需要单独学习，因为脚本就是把那些 Linux 命令放在一个文件里而已。好，你还需要去掌握 GCC 编译命令和 Makefile。对于 GCC 和 Makefile， 在裸机视频里我们曾经单独讲解过，我会把裸机视频里面有关 GCC 和 Makefile 的视频也把它移到鸿蒙的视频里面来。再来看看 Kconfig， 在下一节视频里我会单独讲解 Kconfig。 最后来看看第3个知识点。我们移植最小系统时要求的芯片相关知识并不多，因为我们只涉及串口还有定时器，涉及的芯片资料、涉及的原理图并不多。这些知识在我们移植到相关的硬件时再来讲解，不需要单独去看。总之，对于这些基础知识，建议大家先来看看单面机 RTOS 必备。你用的是哪个板子就去看哪个视频，你用66L 去看这个视频，你用157就先看这个视频。好，对于 Linux 基本操作呢，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个视频。这些基础掌握之后，就可以继续来看我们的鸿蒙移植视频了。最后我们来讲一下驱动程序的一些知识。以点灯为例吧，点灯最简单。你看，对于这个灯，我们要让它亮的话，需要让这个引脚输出高电平；要让它灭的话，需要让这个引脚输出低电平。这很简单。那么我们写单面机程序的时候怎么点灯呢？来看看，你可以直接去操作某些寄存器，你可以直接使用厂家提供的 help 库。这单面机点灯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也非常的直观。在开发单面机程序时，很多人甚至意识不到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之间的差别。业务逻辑和硬件的操作都是混合在一块的，混合在一个程序里面的。但是对于鸿蒙、对于 Linux， 对于这些它支持 MMU 的内核，应用程序和内核之间，应用程序和硬件操作之间，它们是隔离开的。对于这些使用 MMU 的内核，他们的一个核心策略就是：我内核非常非常可靠，我认为应用程序不可靠，甚至认为这应用程序是心怀恶意的。所以说，这应用程序和内核之间是隔离开的。应用程序它不能够直接去使用到内核提供的函数。你看，应用程序里面，它想去使用内核提供的服务，想去使用内核提供的那些函数怎么办呢？它必须使用这些标准的接口 ，Open、Read、Write、IO Control 等等这些标准的接口。这些标准的接口，它的实质是执行一条汇编指令，那条汇编指令会触发异常 ，CPU 会去执行异常处理函数。在 CPU 执行的那个异常处理函数里面，它会根据那些参数来调用内核中提供的相关的函数。这就是支持 MMU 的内核里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打交道的方式。首先，大家注意到，应用程序它只能够使用这些标准的接口，使用这些固定的接口来访问驱动程序。你看，从这个框图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既然应用程序只能调用 Open、Read、IO Control、Write 这些函数来访问驱动程序，那怎么写驱动程序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你应用程序调用 Open， 我驱动程序也给你提供驱动程序硬件相关的 Open 函数；你应用程序调用 Read， 我驱动程序就给你提供硬件相关的 Read 函数。这样一一对应不就好了吗？确实如此。在有 MMU 的内核上写驱动程序时，套路都是这样的。
我针对应用程序的接口分别提供驱动程序对应的函数。怎么写驱动程序呢？首先当然是在驱动程序里面构造这些函数，为了便于管理，这些函数会放在一个结构体里面，那个结构体要注册进内核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之前写了一个 hello 驱动程序，我们来看一看。你看，我们写出了 hello open、hello close、hello read 这些函数，你要放到一个结构体里面。对于鸿蒙来说，这个结构体它是 File Operation VFS 文件操作虚拟文件系统。你把那些函数放在这个结构体里面，然后这个结构体要告诉内核注册 driver， 注册驱动时需要提供一个文件名，以后可以通过这个文件跟这个结构体建立联系。应用程序去打开这个文件时，它就会在内核里面找到这个结构体。你看，写驱动程序就很简单，构造这么一个结构体，在这个结构体里面填充各种函数，然后把这个结构体注册进内核里面去就可以了。那么怎么使用呢？来看看 Hello Test， 我这里没有看见 Hello Test， 那么我就看这个文档吧。这文档里面也写出来了，去 Open 打开文件，然后就可以去读文件了，可以去读文件、写文件等等等等。你看，写驱动程序比较简单，应用程序也并不复杂。这就是在鸿蒙系统或者在 Linux 系统中写驱动程序的套路。驱动程序等于框架加硬件操作，跟单面机操作硬件不大一样。在鸿蒙在 Linux 里面操作硬件时，在这个结构体，在这些函数里面，你再去操作硬件就好了。对于操作硬件，它的实质跟单面机是一样的，仍然是去读写那些寄存器，只不过你得把那些读写寄存器的操作放在这些函数里面。好，你掌握了这些基础知识，掌握了一些驱动程序的基础架构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鸿蒙的移植了。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。